美国、英国、法国授权乌克兰使用远程导弹打击俄境内目标。乌军无人机奔袭1400公里，摧毁俄军兵工厂。乌军 F-16出击，成功拦截俄大规模空袭。前线多位俄军将领因伪造战果被捕。乌俄最新战报，俄军伤亡破72万。精彩资讯即将开始。千等万等，终于等到了。据《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17日的综合报道称，现任美国总统拜登已授权乌克兰可以使用美国提供的 ATACMS 导弹远程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匿名的美国官员预计，乌军将在接下来几天内进行首次远程打击，目标是库尔斯克州境内的俄超联军。之后，美国将视情况而定，考虑是否进一步扩大这一授权，从而允许乌军在未来使用 ATACMS 导弹打击俄罗斯其他战区目标。当然，具体的作战细节，消息人士以运营安全问题为由，并未有丝毫透露。据悉，关于美国放松限制的谈判是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于8月30日访问华盛顿时，向美国提交的一份乌克兰希望使用 ATACMS 导弹打击俄罗斯高价值目标清单后开始的。之后，经过2个多月的努力，加上朝鲜援俄，并在库尔斯克发起大规模攻势的紧急情况，美国最终选择部分解除乌军武器使用限制。美国官员表示，这将显著增强乌克兰防御能力，同时也能阻止朝鲜向俄罗斯部署更多部队，且不会改变战争的进程。此外，法国媒体《费加罗报》11月17日也报道称，法国和英国也已授权乌克兰使用法国和英国提供的斯卡普 EG 和暴风鹰导弹对俄罗斯境内进行打击。虽然《费加罗报》没有说明法国和英国是否将打击范围限制在库尔斯克州，但考虑到导弹射程、精度以及闯入俄罗斯领空的危险程度，乌军大概率会以打击库尔斯克的俄军事目标为主。当然，这也不绝对，乌军已经开始使用无人机进行远程试探进攻。乌军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目标的远程打击已经超过了1000公里。据基辅独立报报道，乌军无人机于17日上午奔袭1400公里，首次袭击了俄罗斯乌德缪尔特共和国伊热夫斯克市的一家兵工厂。乌德穆尔特共和国领导人亚历山大·布列恰洛夫声称，无人机袭击导致兵工厂车间发生爆炸，而该车间专为俄军生产道尔防空导弹。此外，俄罗斯反对派媒体报道称，伊热夫斯克的库博尔基电厂也遭到了无人机的破坏，附近多个区域出现了断电情况。虽然不知道大家的想法，但火力军认为这很可能是乌军解除部分武器使用限制后，再为接下来的远程打击探路。只有充足了解俄纵深防空力量，才能实施绝对的打击。俄军积攒数个月的导弹终于用上了，只是这波消耗家底的袭击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综合基辅独立报、战争研究所以及乌克兰空军报告的报道，俄军于16日至17日夜间发动了自2024年8月以来对乌克兰的大规模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其中，俄罗斯从海滨边疆区、克拉斯达诺尔边疆区、库尔斯克州和奥缪尔州发射了90架见证者136无人机和诱饵无人机，同时出动了16架图95、6架图160以及6架米格31战机，共向乌克兰各地发射了120枚导弹，其中包括1枚钻石导弹、8枚匕首导弹、101枚 KH-101和口径巡航导弹，其他导弹还有1枚伊斯坎德尔 M、4枚 KH-22、KH-31P 巡航反辐射导弹，以及5枚 KH-59、69巡航导弹，企图在冬季破坏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而乌军在得知情报后，紧急启动防空系统，并让 F-16、苏系和米格战机紧急升空拦截。最终，乌军击落了来犯俄军的42架无人机。1枚钻石导弹、7枚匕首导弹、85枚口径和 KH-101导弹，以及2枚 KH-2231P 导弹、5枚 KH-5969导弹，共计142个目标。其中，乌军的 F-16据流出的视频披露，其被部署在了更为前沿的伊万·弗兰科夫州。如在当地的布科维尔上空，乌军一架 F-16精准击落了俄军的1枚巡航导弹。而 F-16的战斗，据泽伦斯基称，击落了大约10个来袭的空中目标。可见，如今乌克兰空军对 F-16的使用已经越发成熟 ，F-16正在被更多、更直接地投入一线作战，保卫乌克兰领空。
当然，在此次防御中，美德两国提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拦截了多枚出现在基辅上空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此外，从结果来看，显然乌军没有像俄军一样虚报战果，说拦截了全部攻击，更没有将受到的破坏和损失归结于无人机碎片。据乌克兰电网表示，俄军此次空袭破坏了基辅、敖德萨、沃伦和罗夫纳州的能源设施，多处基础设施发生火灾，并导致地区停电。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马里亚诺·格罗西也表示，俄军对乌能源设施的袭击迫使乌克兰当局降低了几座核电站的能源生产水平，目前具体的受损数据还在进一步统计。而外界分析认为，乌军很快会再次发起包含远程打击的大规模反击行动。我们都知道，自乌俄战争开打以后，俄军在战场取得的真实战果一直和其宣传的战报有所出入。而据俄媒 RIBA 的最新爆料，多名在前线作战的俄军将领因伪造战果被正式逮捕，其中包括俄军第3军参谋长、俄军第7旅旅长以及一名俄陆军司令等高级将领。俄军第6旅和第123旅的旅长正在接受调查，大概率也跑不了。此外，还有多名营长级的指挥官遭到了免职，牵扯范围十分广泛。而这些俄军军官伪造战果的地点，据悉均集中在顿涅茨克和西维尔斯克一带。这几个月来，上述的俄军将领们都谎称占领该地区的塞列布里安卡、比洛霍里夫卡、格里霍里夫卡以及维尔克诺卡米扬斯克等停据点。直到最近，莫斯科方面准备派上级军官到比洛霍里夫卡一带视察，这才露馅。据传，当时这名来自莫斯科的上级军官正带着记者兴冲冲地前往比洛霍里夫卡视察，结果到地方一看，据点还在乌军手里，到处飘扬着乌军旗帜。于是伪造战果的事情败露，被随行的记者记录在案，并报告给了俄军高层，最后又被 RIBA 得知纰漏。目前，俄罗斯官方尚未正式回应此事，但有消息称，俄罗斯已经开启了逮捕和清理工作，前面提到的只是一小部分。还有很多军官提前收到消息，选择了逃离。而且我们也可以从接下来这几支俄军指挥官的变动情况来窥探一二。至于前线的战况，据乌克兰军事观察员马绍维茨称，谢尔维斯克方向，俄军第3联合武装集团军继续在维尔赫诺卡缅斯克至河西维尔斯克东郊进行有限的阵地战。他称，俄军在这里集结了大约110辆战备坦克和315辆装甲战斗车，随时准备进攻。红军村方向战线虽然变化不大，但乌军在该方向清除了一个俄军突袭小组。乌军著名的马扎尔无人机部队还使用重型无人机吸血鬼摧毁了俄军价值2亿美元的电站系统。俄军曾声称这套电站系统可以干扰一切无人机，但现在看来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库拉霍夫方向11月17日，乌俄双方交战于库拉霍沃水库大坝北岸，如乌军第214独立特种营与俄军突击队发生激烈战斗，最终摧毁了俄军 MTLB、T80 和 BTR82 等多款装备。仓皇撤退的俄军步兵也最终被乌军无人机点名消灭。另外，乌军的海马斯系统也继续发挥作用，在扎波罗尔一带发动了突袭。如在塔夫里亚方向，乌军第128旅的空中侦察队在发现一支俄军运输队后，便引导地面部队发射海马斯导弹，成功将其击溃。值得注意的是，据基辅独立报报道，援引乌克兰阿特什游击队组织消息称，一名阿特什队员在托克马克附近烧毁了一个中继柜，破坏了俄军一条用来后勤输送的关键铁路。报道称，阿特什游击队的目的是阻止朝鲜援俄炮弹和武器装备运输到前线战场。至于库尔斯克前线，乌军继续依靠地雷阵阻止俄军的攻势，目前已致使俄军装甲损失严重。如在诺瓦诺夫卡，俄军的大规模机械化进攻持续不断，一辆又一辆的坦克装甲车不计代价地发起冲锋，而这自然就不设防地闯入乌军布下的地雷阵中。结果俄军在进攻时仅因地雷爆炸就损失17台装备。据统计，在这个方向上，俄军大约30%的装备都是这样被摧毁的。此外，在库尔斯克渡河战役上，俄军第810旅遭到了乌军的反杀，6次强行渡河后，如今河道两岸全是被损坏的车辆和俄军士兵。同时，乌军也发起了局部反击，如乌军第17重型机械化旅出动坦克进攻俄军防线，又或是乌特种部队选择了奇袭俄军的后勤纵队，并摧毁了一个俄军阵地。据战争研究所报告显示，俄军正在向库尔斯克地区不断转移新的储备，以弥补高俄的人员和装备损失。
预计接下来的战斗将更加激烈。10月17日，乌克兰公布的俄军损失数据显示，俄军伤亡新增1640人，突破72万大关，达到72万0880人。要知道，2024年1月1日，俄军损失36万10人，如今才11个月，损失就突破72万，越军损失3万人，代价不可谓不高。根据欧洲媒体报道，为了强化欧洲防空能力，瑞典正式加入欧洲多国组成的联军，参与采购千枚爱国者防空导弹的计划。根据瑞典国防部公布的消息显示，瑞典将投入54亿美元，共同强化欧洲集体防御网络。据悉，这项联合采购计划将由瑞典国防部采购署与北约支援与采购机构签署协议。除了瑞典以外，德国、荷兰、罗马尼亚以及西班牙也将共同出资，通过集体采购的形式来降低单一国家的导弹采购成本。按照瑞典国防部的说法，联合采购不仅可以降低费用，同时还能促进欧洲国防工业的发展。未来，爱国者导弹将在欧洲本土进行生产。从乌俄冲突爆发之后，欧洲各国就在加速提升防空能力，并在欧洲本土设立生产基地。在该计划中，爱国者导弹防空的部分零组件将由德国、罗马尼亚以及西班牙负责生产，目前正在欧洲部署相关设施。根据媒体报道，以色列军队继续在黎巴嫩多地对真主党目标进行打击。黎巴嫩真主党表示，在黎巴嫩南部距离以色列边境5公里处的一座村庄内，与以军爆发冲突。根据真主党的声明，其武装人员在一个名为沙马的村庄向以军的坦克发动袭击。多家媒体表示，这是以军对黎巴嫩发动地面行动以来深入离境内最远的地方。此外，真主党还继续对以色列目标发射火箭弹与无人机，并对以军的多处集结点进行打击。根据多家媒体报道，一艘长约9.75米的渔船在返回挪威北部港口特罗姆瑟的途中，发现自家渔船放置的渔网，意外捕获一艘潜艇。该渔船船长表示，当天他们刚清空渔网并重新放出之后，在返港途中收到海岸警卫队的无线电呼救。原来渔船放出的渔网被卷进了该核潜艇的螺旋桨中，最终只得靠海岸警卫队的帮助切断渔网。有媒体表示，当时这艘渔船正在向挪威西海岸的一个村庄运送比目鱼，但这次意外不仅让渔船一天白干，甚至还需要倒贴钱。据悉，此次事件让渔船损失约4万挪威克朗，相当于渔船捕获比目鱼收入的2倍。美国驻奥斯陆大使馆随后证实，该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在按照计划停靠特罗姆瑟附近的港口时被渔网缠住。美国第6舰队发言人皮尔森·霍金斯向媒体证实了事故的基本情况，但拒绝确认具体涉事潜艇。霍金斯表示，此次事故并非造成人员伤亡，事件原因正在进行调查。不过，挪威海岸警卫队与美军都表示，渔民将获得被毁渔网的赔偿，但霍金斯表示，赔偿需要走流程。根据朝鲜媒体报道，近期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观看了无人航空技术联合体系下研究所与企业生产的各种自爆无人攻击机性能试验。金正恩表示，朝鲜要尽快构筑系列生产体系，然后进入批量生产。据悉，自爆无人攻击机可用于地面与海上不同攻击范围，可以攻击任何目标。在实验中，自爆无人攻击机可以沿着设定的不同战术航线飞行，对目标进行精准打击。根据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1月16日，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成功进行了远程高超音速导弹的飞行试验。据欧洲新闻网报道，俄军在乌俄战争中大幅度增强了无人机的使用，并启用了名为假目标行动计划，即混用诱饵无人机和温压弹无人机来突破乌军的防空系统。温压弹无人机是俄罗斯的一款新式武器，是由俄罗斯阿拉布加经济区弹工厂生产的一种携带热真空弹头的无人机。据悉，这种热真空弹头非常适合攻击那些位于坚固建筑内或深埋地下的目标。因为这种弹头在爆炸时会产生高压和高热的气体漩涡，不仅能够穿透墙壁，还能吸走其路径中的所有氧气。遇到这种弹头袭击，轻则失去战斗能力，重则极其痛苦的死去。更关键的是，俄罗斯生产的热真空弹头还安装了滚珠轴承，这可以使超热爆炸，造成更为巨大的伤害。据自由时报报道，美国、日本和澳3国正在持续深化同盟关系。
如在澳洲首次主办的第14次澳美日国防部长会谈中，三国进一步强化军事合作。澳洲国防部长马勒斯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商讨后称，同意日本陆上自卫队水陆两栖机动团从2025年起定期部署到澳洲北领地港口的达尔文市，与美澳军队进行利合联合训练。日本陆上自卫队水陆两栖机动团是2018年3月效仿美军陆战队成立的，最初编制约2100人，主要是长崎县佐世保相浦驻屯地为据点的第1联队和第2联队，而今年成立第3联队，编制为600人。至于澳洲的达尔文市，则是第2次世界大战同盟国的主要基地之一，曾在太平洋战争期间遭到日军猛烈轰炸，被形容为澳洲珍珠港。目前约有2000名美军陆战队的轮驻部队在达尔文市进行每年6个月一次的轮替部署。此外，马勒斯也证实，日本30重工是澳洲新型军舰造舰计划入围的2家公司之一，因为澳洲可能会引进最上级护卫舰，从而增加联军的默契。3年乌俄战争让乌军资源武器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战场的实战表现令爱沙尼亚充满了兴趣，希望能与乌克兰政府达成采购协议。如爱沙尼亚国防部长佩夫库尔在上个月访问乌克兰期间曾表示，爱沙尼亚军方对乌克兰自制的各种武器十分感兴趣，其中包括由基辅国家设计局开发的2360海王星导弹，又或是爱沙尼亚国防部发言人雷巴内。他表示，乌克兰资源武器的价值和质量已通过实战考验，拥有巨大优势。或许爱沙尼亚和乌克兰两国可以拟定双边协议，达成外交盟约，从而向盟国提供武器。只不过，按照乌克兰法律，乌克兰国防公司所研发的全部产品是要交付给乌军部队使用的，且按照目前的法令也不能出口。但既然爱沙尼亚主动提出采购兴趣，乌克兰或许会做出相应改变，毕竟爱沙尼亚是重要的盟友，而且这也是对乌克兰国防工业的肯定，对乌克兰经济极有注意。目前已有消息传出，乌克兰国防议员、政府官员正在讨论如何与盟友分享国防业产品。根据美国防卫博客报道，土耳其近日使用游骑兵无人机试射了2枚 IHA-230 导弹，并对目标进行了精准打击。IHA-230 导弹由土耳其罗克山国防工业开发，这是一种专为无人机而设计的空对地导弹，可对20至150公里范围内的目标进行精准打击。而游骑兵无人机则由土耳其拜卡公司研制，这是一种大型无人机，其航程可达150公里，负载能力在1吨左右。此外，据媒体表示，游骑兵无人机是土耳其目前唯一能够发射 IHA-230 导弹的无人机。根据媒体报道，拜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顾问阿里·拉里贾尼南期抵达黎巴嫩境内，并与黎巴嫩看守政府多名官员举行了会晤。拉里贾尼表示，此行的目的是向黎巴嫩表达伊朗的支持。另外，根据黎巴嫩消息人士表示，为美国提交了一份停火协议草案，在该草案中涉及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临时停火60天等内容。以色列能源部长埃利科亨曾表示，在本次黎以冲突中，以色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达成一份停火协议。可以看到的是，目前来说，无论是美国、以色列，还是黎巴嫩政府与真主党，都表示出了停火意愿。从目前公开信息来看，美国先提出了停火的框架协议，以色列同样提出了停火条件，但真主党目前仍未公开标题，所以外界并不清楚真主党停火的条件。但值得注意的是，从以往以色列提出的条件来看，以色列的要求非常高，毕竟在战场上，以军保持了非常大的优势。对此，以色列要求真主党立即停火，并撤回到利塔尼河以北，同时还要求真主党解除武装，并赋予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采取军事行动来打击真主党。从表面来看，在双方未来进行停火协议谈判时，真主党绝对不会全盘接受，尤其是解除武装这一条件。所以火力军认为，即便双方可以达成临时停火，或者是永久停火，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还会在这些条款上进行长期的讨论与斗争。根据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1月17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发表讲话，对韩国在16日再次向朝鲜南部地区塞发传单，为内进行了强烈谴责。截至目前，韩国并未对此事进行回应。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还知道哪些俄军伪造的战果？请留在评论区让大家乐一乐。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